我要来开箱世界最美护照喽！加拿大护照在全球来讲算是挺强的，根据最新的国际护照排名，目前为第7名。那可以免签的国家呢有187个。加拿大政府在2023年5月的时候发表了新护照的设计，那之后下半年呢也陆续颁发给了申办新护照的公民手上。那刚好我2个礼拜前的时候也正好需要更新护照，所以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热腾腾的加拿大新版护照啦。除了使用最新的安全功能和最先进的设计技术之外，最酷的就是在紫外线下它会出现超级绚丽的艺术变化，所以等一下呢就会展示给大家看。欢迎进入到请不要快转的工商广告时间。是女人都会想要拥有一个好看又适合自己的精品小包包，但是真要我买一个 LV 还是香奈儿，还真下不了手啊，因为价钱实在太让人欲哭无泪啊。原本以为自己此生跟名牌包无缘时，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大家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小小知足的救星。这是 Teddy Blake 平价精品包，来自于纽约，背后的团队却是一群知名奢侈品牌的意大利设计师，使用的都是意大利最优质的皮革。来了重点，它是平价的精品包，价钱跟其他奢侈品牌比起来亲民了很多，可是用的材料却不马虎。那我非常喜欢它摸起来的质感，很舒服，而且也还蛮耐用的。有时在家顾小孩顾到天荒地老，满脸油头垢面，想要出去喘口气，这时拎着它出门，瞬间黄脸婆退散，找回属于自己的优雅感。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送自己一个名牌包，这里来跟各位一个快闪分享。Teddy Blake 种类超多，任你选，在这里绝对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包包。而且他们最近还配合情人节的到来，出了促销活动，最高下杀3折，正好农历新年送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还可以用飞妈专属的折扣码，就可以再享有更多的折扣。那我会把这些资讯呢都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大家影片结束之后可以去看一看。那现在工商结束，回到影片正题。好，那现在就来看看它有哪一些功能跟设计。那新护照的正面跟背面都秀出了加拿大最经典的国标，就是各种的枫叶的设计啊。这里还有红色的，一个个不同的枫叶。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徽章，那因为加拿大也是大英国协的一员，所以就会使用这种象征性的徽章。只是这个徽章还是沿用之前伊丽莎白女皇时期就有的，还没有来得及更新到现任英国国王的徽章。不过至少在内页的时候就有提及 King Charles， 算是整个大英国协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然后下一页就是个人资料页，那我不方便在这边展示出来，因为都是个人的资料。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板子算是比其他的页都还算厚的，而且又硬，可以听得到它这个清脆的声音吗？呀，就是很厚的一张纸，是由聚碳酸酯制成，可以防水，也可以避免被粗暴的破坏。在照片上有个 kilogram， 角度不同，颜色跟效果就会变。还有这边个人照片跟出生日期的地方，在特殊镜头下会显现或消失。字体则是用激光雕刻上去，不是用墨水印刷。最后这上面这个红色枫叶，如果用手指摩擦加热，它会消失，就像这样，有没有？超酷的，消失了。然后之后它就慢慢又会再红回来。那这么多层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伪造跟诈欺。OK， 然后翻过来这2页就是简单的旅行公告的讯息，就一个简单的在国外跟加拿大政府联络的方式。然后这一页可以看到鸟在吃饲料的背景，就让你填一些紧急联络人资料，如果怕遗失或者是出什么意外的话。但是我是没有填啦，我海关叫我填的时候我再填好了。不过这个旧版护照好像没有这只有新版的才有。这个我是觉得还蛮贴心的啦。OK， 那现在开始进到签证页了。旧版的是还蛮注重历史时刻，那新版的就是比较注重加拿大的自然景观。每一页的设计都还蛮代表加拿大的，而且可以看得到它的每一页呢都会有不同的四季的图标，代表不同季节。整本护照带你走过1年的春夏秋冬。每一页的设计目前看起来都还蛮中规中矩的，就是一些自然的景观跟动物。然后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应该是在露营吧 ，camping， 脚踏车还有骑马。然后秋天到了，谷物要收割，颜色也开始渐渐的变红。然后之后到了冬天，冬天就是滑雪。那这些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护照每一页都有打洞，打那个护照的资料在上面，所以得要一堆后置哦。有没有枫叶的味道？OK， 现在重头戏来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加拿大新版的护照在紫外线灯光的照射下会出现什么样的超绚丽艺术设计吧。正好家里有紫外线笔，跟我家2姐妹借用一下。我是用2支啦，因为我怕一支的话照的范围不够大，2支笔同时照应该照的范围就会比较大，看起来就比较酷。
好，开始。需要关灯一下。现在来开始哦，出来了，出来了！哇！平常我们如果一般的灯光下是看不到这些设计的。这是春天的标记，这是樱花吗？春天的时候，一般的人们灌溉，我不知道在镜头里面看得清不清楚，但它其实颜色是有不同的，有蓝色，有紫色，然后有一些粉红色，其实是好像有4、5种颜色。然后看到下一页，看到的就是很多不同的熊，这些小 baby 熊出来了。春天就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所以就看到熊妈妈带着熊宝宝出来找食物。这在加拿大是非常常见跟普遍的事。我们一般的社区有的时候都会有熊跑到人家后院里，这里有树，这样。下一个春天放风筝，因为天气开始回暖了，所以呢，小朋友们都开始出来放风筝了。然后植物也开始开花了，这是什么？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很漂亮啊！接近夏天的时候，百花齐放，蝴蝶也都翩翩飞舞着，还有毛毛虫呢。对，毛毛虫蜕变成蝴蝶，这是夏天的标记，也就是昆虫开始变多的季节。说到夏天就要去海边，夏天就是玩水、游泳、划船的季节。划船在加拿大的夏天算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全民活动。太阳变得超爆大，然后时值盛夏，除了游泳、划船之外，当然也有露营啦。一家人在生萤火，这个是妈妈还是爸爸在弹吉他？哇塞，超悠闲的。加拿大人就是其实还蛮享受这种户外生活的，日子就是过得很简单。还有飞机，夏天的时候很常会有这种飞机秀，很长的一个很大只的蜻蜓哦。骑脚踏车，这也不用多说，还有不同的不同的车呢。这应该是已经快要到夏天的尾巴了哦。这向日葵花，对，尤其是在我们温哥华这边也是有很多的向日葵可以看的。秋天到了，就是农作物要收成的季节。那这边有一些小风车啊，稻米，这个是机器，刚刚在正常灯光下的时候也都可以看到，正在收割，太阳还是挺大的哦。可以看到玉米，玉米大概也是8月底9月初的时候就会开始收成，还有南瓜，一看就是秋天的标志啊。小孩子们也都开始穿着外套了。秋叶飘飘，还可以看到橡果，松鼠也出来，赶快收集的橡果，因为它们很快就要冬眠了。已经快要没叶子了，枫叶落完之后就是一般的常春叶。超级加拿大代表性的动物就是 moose， 应该叫驯鹿。这个来加拿大旅行，在任何的纪念品店，你都会看到这种相关的周边，不管是玩具也好、徽章也好、娃娃也好，都会有这个驯鹿。这是登山客到山上赏鸟的吗？你看可以看得到他在戴望远镜。一些金鱼，这边 orca 还蛮常见的。至少在温哥华这边，然后这是鸭子。秋天已经快到尾声了，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冬天了。呀，看到滑雪，就代表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冬天雪季了。这个就是缆车，会带你到山上去滑雪，你就这样滑下来，咻，雪花，猫头鹰。哦，这边看得到，这里有一个小小农场的厂房。也是很多这种大自然的动物，候鸟要往南飞，这些鸟要飞走了，因为加拿大冬天真的挺冷的。这是雪的标记，看起来很像棉呢，很像棉花。好，这些人排队，他们要走去哪里呢？没有到哪里，没有啦，走雪地，这里看到了，这些是溜冰鞋。他们在溜冰，应该在湖上面滑冰，大大的雪花飘在这里。这是北极熊，加拿大是个很大的地方，也是有北极的，这应该是浮冰吧？北极熊的浮冰只剩这一小块，所以有些北极熊，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鲑鱼。对耶，它怎么没有在秋天的时候秀出鲑鱼回流啊？它把鲑鱼秀在冬天，为什么？然后渐渐寒冷的冬天，哇塞，居然还有人在划船啊！一角鲸。当然也有金鱼啦，所以这个新版护照就带着我们走过了加拿大的1年4季。
那其实并不是只有加拿大的护照有用紫外线这种设计，其实别的国家的护照也有的，只是我觉得加拿大护照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每一页的都有代表不同季节的小图示，那每一个图示呢也都有做一些些微的改变，它不是一成不变，所以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设计者的巧思。然后还发现像是夏天一开始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很大，到了季中的时候那个太阳就突然变得超级爆炸大，就整个代表很热是吗？所以加拿大的新版护照带你走遍了加拿大的春夏秋冬。那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说呢，也许可以好好利用这本的设计，像是如果春天在哪个国家旅行，就可以请海关在春天的那几页盖章，夏天的时候就在夏天的那几页盖章，就像一个小本的旅行日记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值得纪念收藏。那老实说，我明天就要飞去墨西哥了，对，就是这么赶。那现在的季节是冬天，所以我到时候就看能不能请墨西哥的海关帮我在冬天的那几页的 Visa 上面盖章。如果成功的话，我就再分享给大家看。各位，我现在人到了墨西哥机场，然后刚刚我去问海关能不能让我在冬天那几页帮我盖印章，结果他就帮我盖了，就在这里，人超好的。以上就是加拿大新版护照设计的开箱，不要忘了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还有打个小铃铛。下期见，拜拜。